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嘅事件都令投資者擔心會唔會引發全球災難嘅危機。問題在於我哋作為投資者，又應該點樣去改變我哋嘅投資部署，去應對呢一次嘅大跌市呢？咁今日啦，我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下我對呢方面嘅睇法，同埋一啲大家值得可以留意嘅股票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商品啦同埋資源嘅價格都急劇飆升。原油嘅價格喺過去半年由70蚊升到接近120蚊嘅水平，喺短短半年有超過50% 嘅升幅。而當我哋回顧翻疫情開始出現呢個負油價嘅時候，試問又有邊個可以估計得到依家油價啦係可以咁快去翻歷史嘅高位啊？原油價格上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係因為俄羅斯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出口資源嘅國家之一。而俄烏局勢惡化都令資源供應嘅不確定性增加，當中歐洲受到嘅影響係最大嘅，有超過40%嘅天然氣啦係嚟自俄羅斯入口嘅。另外，全球10% 嘅原油供應係嚟自俄羅斯嘅。而假如制裁嘅政策加劇，西方嘅國家決定切斷俄羅斯嘅資源供應，將會係進一步推升商品嘅價格。而除咗呢啲嘅資源之外，俄羅斯同埋烏克蘭都係出口糧食嘅國家，為全球供應25% 嘅小麥同埋20% 嘅粟米啊！正正就因為俄烏依家嘅局勢，基本嘅資源同埋糧食嘅供應鏈啦都有機會斷裂啊！而到時當呢一啲價格再持續上漲嘅時候，都會直接影響到民生，令到已經高企嘅通脹雪上加霜。而為咗控制通脹升溫，美國聯儲局喺迫於無奈嘅情況，亦都要係加息，亦會影響當地經濟由疫情之後復甦嘅步伐。除咗資源供應嘅問題，俄烏嘅局勢啦，亦令到好多企業面對緊業務上嘅煩惱啊！有俄羅斯業務嘅公司都面臨壓力去表態政治立場，而可能要抽離俄羅斯嘅市場。就例如支付公司 Visa 同埋 Mastercard 就已經宣布退出俄羅斯市場。另外一啲消費牌子，例如 IKEA 同埋 Nike 都已經宣布停止俄羅斯嘅業務。而假如局勢冇改善，相信會有越來越多企業會有類似嘅安排。雖然大部分國際嘅品牌喺俄羅斯嘅業務佔比啦都唔會好高啊，不過啦都係令到公司係少咗一個收入來源，都唔多唔少啦會影響到公司嘅業績嘅。而面對住俄烏依家嘅局勢，再加上高通脹嘅環境底下，投資者又應該點樣可以部署呢？正所謂巴菲特嘅名句：別人恐懼時貪婪。我相信依家跌市正正係一個唔錯嘅機會，俾投資者去到趁低吸納一啲實力股啊！當然，依家入得市都要有心理準備，要係捱一段時間啦。所以啦，都係用翻一個平均成本法分注入市，會係一個穩陣啲嘅策略。第一隻入咗我觀察名單嘅港股啦，會係隻港交所388。除非香港政府啦會係改變現時股票市場嘅營運模式啦，港交所基本上都係壟斷咗香港嘅股票市場嘅，所以業務嘅穩定性係有一定嘅保障。雖然俄烏嘅局勢都令到環球股市大跌，令港股嘅交投量減少，影響港交所嘅生意。不過相比起美股依家都係比較貴嘅估值，港股嘅估值喺呢一次跌市入邊都變得更加之吸引嘅。所以，假如俄烏局勢有改善嘅跡象，我相信將會有更加多資金係流入呢個中港股市嘅，港交所亦都會因為咁而直接受惠。另外，中美之間嘅關係依然未有改善嘅情況底下，預計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嘅大方向都會維持不變。對於港交所嘅業務，絕對係有好大嘅幫助。而睇返港交所過去5年嘅業績表現，收入方面都有穩定嘅升幅，平均每年係有大約15% 嘅增長嘅。另外，港交所過去5年嘅盈利每年都錄得正面嘅增長，
平均啦每年都有超過17% 嘅升幅，反映公司嘅業務穩定同埋具備一定嘅增長潛力。雖然港交所最近股價嘅回調幅度啦都非常之大啊，但係睇翻港交所股價過去5年嘅表現，依然啦都有大約70% 嘅升幅。相比起恒生指數，簡直係差天共地。港交所過去嘅業績同埋股價表現都可以證明佢係一隻實力嘅大藍籌啊！而呢次嘅跌市正正係一個罕有趁低吸納嘅機會。第二隻值得大家關注嘅港股啦，係隻比亞迪1211啊！相信大家都會認同電動車呢一個行業將會係未來嘅大趨勢。喺中國政府嘅政策推動之下，國內電動車行業預計啦會係持續有爆發式嘅增長。比亞迪身為國內電動車嘅龍頭，好明顯啦係可以成為其中嘅大贏家。不過俄烏局勢持續惡化，都令到電動車原材料嘅供應變得越嚟越緊張啊！其中鎳咧係製造電動車電池主要嘅原材料啊。而因為俄羅斯係最主要出口鎳嘅國家，所以市場都擔心，當俄羅斯係出現進一步嘅制裁嘅時候，都會令到電動車行業啦係會有一個供應鏈嘅危機。而呢個憂慮都刺激到相關原材料價格上升，令到生產電動車嘅成本大幅增加。比亞迪嘅股價啦，最近都因為呢一個消息都面臨好大嘅沽壓。由10月份高位計起，已經跌咗超過40%㗎啦。雖然我哋都好難估計原材料嘅價格幾時會回落，不過如果以長線嘅投資角度去分析，電動車嘅大趨勢係唔會改變嘅。而相信資源價格大幅上升，只係屬於短暫性質嘅啫。而根據普遍分析員對比亞迪嘅估值，大部分大行啦都仲係維持買入嘅評級。平均嘅目標價大約係300蚊啊，比起現價有超過60%嘅潛在升幅。總括嚟講，雖然依家嘅股市都好唔明朗啊，每日啦都有好多負面嘅消息。不過呢段期間的確令唔少優質嘅股票去返一個相對平嘅位置啊。假如長線睇好港交所同埋比亞迪嘅業務，都可以考慮用返個平均成本法分注買入，去做翻個長線嘅投資部署嘅。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我自己嘅私人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詳細嘅資料可以去翻下邊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